我觉得这两者的难点不太一样，就通常呢会觉得还是生活化要难一些啊。极端型的人物，我们可能是演一个大多数观众可能没遇到过的一个形象，所以他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容忍度会更高一些。但对于生活化的角色呢，就是说这样的人，观众可能都觉得我认识一个这样的人，或者说我接触过这样的人，他就生活在我身边，他离观众太近了，甚至离观众的距离比离演员还近。那这样的时候就容易让人挑刺儿，所以难度不一样吧。一个是评判标准高，一个是从零开始构建。都有吧。你生活中看到的每一个、观察到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你的素材，可能是路人，可能是你今天去办身份证你遇到的一个民警。而且我们在讲一个人物的时候，职业只是他的一面，他除了是个警察之外，他还是个人。那人的话，你的素材就更多了。比方编剧老师赋予他的性格，你认为最该抓住的重点是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没有一个角色是完全取材自他人的，在你心里生长的那个根，你一定要找出自己的一个小角度，一个小秘密来，才能让你看到的所有素材在你身上生长。我觉得李大为首先他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而且他几乎处在一个思维透明的状态，就我想到了什么我马上就要说出来，甚至我马上就要去做，这个就是说他的能量核心所在。当然这戏里边吧，它是一个偏群像的戏，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化学反应是要靠大家配合出来。而且我觉得丁导从选角到氛围把控到营造整个团队的氛围都是游刃有余，就全在他的掌控之中。这部戏里边所有的主演都在做背景板，你没发现吗？因为它整个设计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一个公共办公区，然后整个公共化的院子又是这么样一个小集体，全所的人，所有的演员都是天天出工的，而且很多时候真的是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也没有一个特写镜头，我白鹿什么的全都有，每天都在那儿做背景板。但是到你的戏的时候，其他主演也在后面做你的背景板，所以当时累是真累。而且丁导还特欠说，哎，你们这些主演这画画走的就是专业一些啊，知道在后几人给自己加戏啊。就这个事儿吧，还真是靠自己悟。你能看到的是演员的工作方式，这是我每部戏都在跟前辈偷师的一方面。我每部戏都在想，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个习惯对他有什么帮助？那个习惯对他有什么帮助？像王老师这次演这个所长，包括我师傅啊，他们俩人站在那儿的时候，你感觉不到演员的存在，那是更难的。我们演的是职场新人，我们就是可以带入我们自己大学刚毕业，行业第一年。那你可以想想说，如果一个热血的警察入职的第一年，像李大为他可以乱冲，保持一个学生的状态，因为自然会有其他角色把他拉回来，这样一冲一拉之间，这个人物和他的人物关系就形成了。但是作为拉的那个人来说，他是什么样的尺度？他会不会是像一个老警察？那个是更有难度的一件事。所以经常有时候看到我的师傅们，我在想，我到了那个年纪的时候，也会去面对这样的角色处理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要积累素材了。我觉得他们很需要那种心理的排解啊，希望每一个基层民警他们的朋友家人多多关心他们，也希望全社会的这个包容度能够更好，因为真的是付出很多牺牲。其实我拍这部剧最想得到的认可，就是说真正的基层民警他们看了这部剧之后，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说的话，这就是他们真实的生活。赵老师前两天说这个我们拍这样的一部剧，其实是把真实的情况切出来给大家看，然后有的观众也会觉得说，那里边很多事情很多的矛盾，那你没解决呀。但是这个我们作为戏剧创作者来说，我们抛出这些问题，这些答案在社会中都没有解决，怎么可能在剧本里解决，对吧？那剧本里解决了，这个事儿就不真实了。但是随着这些问题的抛出，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来思考这些东西怎么解决？首先我觉得没有在这个戏里面刻意追求喜剧效果，这个戏的调性不是纯喜剧，所以他为什么会有喜感，就是因为这个人是一个思维透明的人，然后他本身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他会带给人们欢笑，他不是说所谓的喜剧的悲剧是内核，他不是。李大为就真的是一个快乐的人，我觉得他是这部剧的一个解压出口，就是大家看到的很多
气的事儿啊什么的，情绪最直接的一个人，帮你释放一下。我不 care， 因为这个都是那张脸，对吧？这个就看观众对于表演的看法是怎么样的了。每个人看戏都不一样的，但是如果说所有人都这么觉得，那是一个要反思的问题。但是你要说完全消灭这种声音，我觉得任何一个演员不可能做到，完全没有一个人说你俩角色像了，完全没有，不可能。大人物小人物都是人嘛，演员看着好像簇拥啊，但你想去演大人物，你演个权臣什么的，你们也没见过嘛，对吧？所以你往上也得够，往下也得够，都是积累一样的素材，都是要看你自己怎么去塑造它。这戏主要就斗白鹿呗，白鹿中间有一点吃胖了，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我想起了一个名著。然后大家反应特别快，就没超过3秒就说出了答案。你能猜出来吗？白鹿吃胖了，打一名著。白鹿原。白鹿本人愿意接受这个冷笑话。他可以的，开玩笑，他没有怎么胖，就是拿他开玩笑嘛，就是对，而且他比较能接受别人开玩笑，对吧？因为白鹿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人。我觉得挺好的呀，也不光是狗，对吧？秦明当时形象就是一个黑猫，范闲大家觉得这是一小狐狸，所以其实呢，就是用动物拟人的方式概括了一个人物的特质嘛，说明你很鲜明，让他记住了，我觉得挺好的呀。晋升了，比格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比格。你认同自己狗里狗气这件事吗？时狗时猫吧，反正高兴了就狗。你演一个传奇的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反正大家评论也都很远，但是你看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不一样想法的人那么多。有的觉得说这部戏把警察讲太好了，有的是觉得把警察讲太坏了，然后打错字儿都能打得那么千奇百怪，打成警察荣耀也就算了，还有管这个叫警察公寓的。我说你哪儿想的？大家用的都不是同一个输入法吗？这说明说编剧老师对社会面的戏引发的这种讨论，激起了社会的共鸣，就是以小人物见社会众生吧。然后不光在戏里见到了，在戏外也见到了。其实演员还是被动的，接戏还是看随缘。我觉得我也没有说我这次做了这个尝试之后，以后就是一直演这样。比方说，我就不去演那些很抽离的、很极端的人物形象，就说完全就拒绝，也不是。我觉得还是看一戏一格，每个戏都不一样。